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 Get Ready with Me 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这是我想要告诉20岁的自己的一些忠告。Let's go. 看一下我自己对自己说了些什么。Kiki 啊，你怎么这么重？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Time for Kiki to do his makeup. First, have a beautiful face. Second, no foundation needed. 3, no lipstick needed. 4, you're done. Wow. Wow. My name is Kiki. I am the new Bruce Lee. 第一，化妆赶紧学起来。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案例就是化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真的是一个看颜值的时代，长得好看不好看，这是父母给你的 ，You have no choice in the matter。但是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化妆技术啊。当你没有在进步的时候，别人是在进步的。从最基本的，比如说保养，或者是箍牙，这些都是肯定每个人都能接受吧。接下来就是医美了，比如说微整形啊，超声刀 Thermage 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化妆是每一天每时每刻见人你都会需要用到的一个技巧。80后的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残留，所谓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会觉得说，化妆是不自然啊，这个是欺骗大家。Oh, please get over that. 我相信下就20岁以后的女孩子不会有这样子的 hesitation， 但是真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afterthought。那我们先不要进入很那个 feminist 的讨论。我是一个典型的 feminist， 我从来不觉得说一个人的颜值取决他的一切，我是很相信才华的。但是有才华的人非常多，当所有人都有才华的时候，你比什么？那当然是比颜值。那当你颜值、气质各方面都过关的时候，你才能让你的才华更加的出众。2， 要浪赶紧浪，要浪赶紧浪。我应该还是旧时代的一个遗留的一个产物。哎呀，这个说到是不是自己很想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结果没有做呢？是的，是的，我就是浪得太迟了，基本上就没有浪到。This is where I think we should all learn from sorority girls。你要浪的话，请你一定在25岁之前浪。我没有女儿，对我来说是比较 irrelevant， 但是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肯定会告诉她，高中过后 ，OK， 大学开始一定该干嘛干嘛，该睡谁睡谁去。哇，不是道德沦陷啊！很多事情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是会很吃亏的。好了，有眉毛，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一边画眉一边说话，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了。I'm from the 80s， 我就是一个老奶奶了。我身边很多我这个年龄的朋友，我看到的都是他们过了一辈子 good girl 的生活，到了大概25、26岁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就是跟长期的男朋友分手。27到30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每个女人最黄金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没有年轻女孩的那种稚嫩，你有思想上的成熟度，还有经济上的独立。You are actually very empowered. Looking back, my late 20s was a beautiful time in my life. Actually, now I'm 35. I feel like I'm living my best life now. But 在27到30岁的时候，应该是颜值、智商、经济各种走向巅峰的时候。在30岁左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瓶颈，你要么急速往下掉，要么你就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弧线。这个取决于一定的先天优势，还有看自己怎么保养，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但是我为什么说要浪赶紧浪呢？你最好是在25岁之前，把不好的经历也好，好的经历也好，尽量把这些经历往前移。从时间点来讲，如果你25岁才开始浪，30多岁你想要结婚生小孩吧，到时候你在这个时间点上就会有点尴尬，还有一些恐慌，去见识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坏男人。第3 ，If you only have money for one thing, get in shape.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can do for yourself is to be in shape. 任何时候开始健身都是好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交代。You're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own body. 但是如果你越早进入一个健身的习惯，你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上是更有可能恢复还有保持年轻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说我非常感谢拉丁舞
学习拉丁舞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因为它改变了我自己的气质，改变了我的气场，也改变了我自己身体的条件，还有健身的习惯。又是到了没有办法边说话边构思的这一块哦。当然围绕着健身这个话题，其实也是饮食的这方面 Nutrition, health and fitness should all come together. Don't do it when it's too late. 当然在20岁的时候，我们都是基本上想吃什么都会消耗什么，大部分人的 metabolism is amazing. You just like diet for 2 hours and you've lost like 3 pounds.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有本钱。到了30岁你就知道那个本钱花完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了。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30岁之前靠父母，30岁之后靠努力，这是真的。30岁之前完全是基因决定了你有多好看，你身材有多棒。我见过了好几个从小就很瘦的朋友，生完小孩恢复得非常慢，而且是会感觉自己怎么一直恢复不到当年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肌肉训练起来。So if you're going to invest in one thing, definitely invest in learning how to work out effectively and how to eat well. 这个是我很希望可以传递给我的孩子的。第4，一定要学会起码一点点怎么煮饭，不是为了男人而煮啊。I don't care about 锁住任何人的心。They should be feeling blessed that you want to be with them. 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基本上在美国多多少少大家都必须会煮，在外吃饭实在是太不健康了。那在亚洲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有工人，会有阿姨，那你可能也不需要真的学会这个。但是我觉得只有当你真的会烹饪的时候，你才会理解食材怎么搭配。最简单的身材管理真的就是从你吃的开始。而在 COVID 的这段时间，我就非常明显自己经历了生完2胎的一个康复期。The fittest I've b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if ever. No, okay, I was fittest second year of college. I had a thigh gap for only once in my life. Yep, never came back.But it's okay. 好，下一点，名牌包可以有，但是不需要多。Usually with our first major paycheck, depending on what industry you're in. But in finance, I remember the first thing I wanted to do was go buy a bag. 我觉得名牌包我可能一辈子买了30-40个吧。那你数一下我浪费了多少钱在名牌包包身上。那这个同样的钱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去提升我自己。我单如果健身请私教的话，这个应该也可以把我体脂降低到10%了吧。或者我去深造，我拿多一个 degree。或者现在其实我觉得 degree 不 degree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但是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别的事情，不要把它全部用在包包身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有1个、2个，大中小各来1个 ，That's it。那我会建议大家买什么呢？你买贵的包包可能是为了它的质量，还有它的设计。These are only reasons I would buy something because I know that the price that's put towards marketing a product way exceeds the cost it takes to produce at the quality that you're getting. 把所有的钱都送给 LV 的 founder， 他已经很有钱了。学会喝酒，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都是一些是要给你们要把你们推向多不良的习惯，真的不是那样子，只是因为我自己的 background 实在是太过乖乖女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忠告就是要坏赶紧坏。Rather than fight it, you should join it, but you should control it. And now I'm not saying they have to go experience everything. I personally am open to experiencing everything once. 经历1次之后，我就可以决定说 Do I want to do it again? Usually it's no. 为什么说要学会喝酒呢？因为在大部分文化里面，喝酒是一个必须的一个 icebreaker. Unless you live in Silicon Valley, that is a very different world. And I think a lot of my friends do live in Silicon Valley, so you may have to learn to drink kombucha. 越早学会喝酒吧，其实真的对你自己的事业、社交都会非常有利。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喝酒的人是会被当作一个 social outcast 来看。那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去酗酒，去做真的伤害自己的那种喝法。我自己本身很能喝，纯粹基因问题了。然后我记得我去投行的第一个 weekend 就有很多 seniors 带我们去，就是 book a table at a club。
当年的 Privé. Oh, do you guys know about Privé in Hong Kong? It used to be this super exclusive club right underneath Dragon Eye where everybody goes during my time. That's like 10, 12 years ago. It was like the who's who, right? Like you go there to see all the models, bankers, consultants. 我就记得那个 senior 说 you look like a party girl. No, I was never a party girl. I love to dance and I will dance almost anybody under a table. You do get a lot of street cred for being able to hold your liquor. Okay, this is real talk, right? Like I'm not trying to filter things out for you. If I have a daughter, I will tell her, please practice your alcohol tolerance. Don't let anybody else control your night. You control it. 从小喝一点酒，我第一次喝酒是多大？好像是6岁吧。Okay, it's not that my parents are like crazy. 除了在美国生长以外，大部分人对啤酒这些东西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抵触，不会觉得说 Oh my God, that's like so bad for you. 不是，我们很多俄罗斯的朋友也是，你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奶奶会把 whisky 跟可乐混一点，让他们去喝。Culturally speaking, there's very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don't see drinking as such a moral issue as America does. 好吧，最后一个就是法纪线。有机会出国一定要出国，这不只是对中国的朋友说，我其实也是对我美国的朋友说，如果你一辈子只待过一个国家的话，你的世界观永远是狭隘的。中国和美国我觉得都有非常多可以让我们自己学习还有进步的一些世界观，这个详细对比他们我现在就这一期不做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啊，也不是一个现在一个那么政治正确的一个 commentary 吧。对大部分人来说，大学时代绝对都是一个开阔视野 life changing 的一个 experience， 但是如果你是出国的话，在这个 experience 上面它会有多一层意义重大的一个改变。I have inherent worth, however my society sees me. 我小时候我一直认为自己很不好看，就是我对自己的样貌没什么自信，因为从小人家就笑我是一个 curvy girl。第一笑我胖，第二也笑我 curvy， 就我从小身材就是比较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女校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做一个 tomboy， 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平胸、穿衣服很高级的那种人，这是我一辈子没有办法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不是我的 That's not my body type, right? 但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其实也是有人好这口的呀。I have inherent worth, however my society sees me. That took me leaving Singapore, leaving Hong Kong for me to realize that. And conversely, why I would recommend for Americans to leave America as well is because 美国人也是 very American-centric. 这肯定的，大部分美国人是感觉自己不需要去向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学习的。所以我会很鼓励大家，近年一定要去亚洲看一下，很鼓励大家去中国看一下，中国基本上是以每半年一个飞跃的速度在改变，所以如果你说你5年前去过一次中国，我觉得你应该再去一次。这种飞跃的速度，你不去自己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可能自己已经变成了井底之蛙。好了，我化了一个漂亮的妆，我要干嘛？我待会儿要去运动。我跟我的 trainer book 了一堂 virtual Zoom class. That's it, you guys. 今天画的好白啊。